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人若心安，自有归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常常是处在平静安定的状态那他就会自然找到属于自己安身立命的归宿。这句话是在强调一个人的内心是否常处安住、安定跟安稳这个对一个人能否生活有寄托、生命有解脱是至关重要。唐代的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诗他是这样写：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远谁能恋相取？年深监狱望京华。中州且作3年季，众杏摘桃泥带花。重点在开头的第一句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那白居易的意思是说，在这个纷纷扰扰又十分复杂的世界中无论身处何处，只要我们内心是处在平静跟安稳的状态中那就是永保安康的啦，就会感觉好像回到家一样也才不会人海茫茫，不知何处是归程倦鸟要归巢，也要有巢可归所以白居易才会写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了。家不是在外面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了。心安就是家，那心不安就会魂不守舍、六神无主，这样就是心里没有家了。以前我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当慈济的执行长的时候呢，出国的机会是非常的频繁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刚好出新书嘛，那就要请要写秩序那就请秘书呢帮我统计前一年呢总共出国了几次结果秘书统计之后跟我说我出书的前一年入出境樟宜机场110几次因为我人虽然在新加坡，但也协助东南亚国家的慈济会务推动所以有时候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还要稍微回神一下才能确定自己在哪里在哪一个国家7、8年前我有一本书叫做《心灵四神汤》那把它翻成简体版在大陆上架了。那个时候大陆的净思人文团队就邀请我去整个大陆去巡回讲座嘛，那安排的两次2趟总共是26天那在20几个据点讲了60几场，那几乎是一天2、3场还没有包括坐高铁来回的那个时间保持一天2、3场那跑的那个地方呢，足迹遍及华南、华中、华东、华北每天天微亮就出发赶车了，那晚上都要晚上的活动完了以后才回到饭店都不知道那个城市是长什么样子也因此呢，常常有一些志工就很有兴趣问我，他说：济宇师兄，你跑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地方，你最喜欢哪个地方哪个国家呢？那我都会回答说我不能有这样的念头啦，因为我如果心存定见或先入为主呢，喜欢这个国家或不喜欢那个国家，喜欢这个地方不喜欢那个地方，将来要去那个地方或那个国家我们自认为比较不喜欢那个国家跟地方的时候呢，就会还没有去，心里就已经累了这个就是心中已经起了妄心分别嘛，那就会造成什么执着跟挂碍，甚至造成烦恼了嘛。所以无论去到哪个国家都要很欢喜，同理无论做什么事或参加什么活动也都要很欢喜。那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佛家所说的什么唯心净土唯心净土就是心净则国土净意思是说，只要保持自己的心是纯净跟清净的，同时也保
保持这个平等心跟平常心呢，这样才会有办法，也才有能力呢，去开采自己内心的灵山宝矿啊。一旦找到内心的灵山塔，自然的也会发现灵山塔里的自信佛啊。那这个时候呢，当下就是佛国净土，也就是即心即佛的意境啊。那我们如果能够深入体会唯心净土这个道理啊，那即使身处地狱，内心也会如在天堂一般的快乐；即使在傲热中，也可以心静自然凉啊；即使在苦难跟困顿中啊，也能随缘自在啊。去哪里都是满心欢喜的。那这个跟外在环境无关，而是跟自己的内在心境是息息相关的。听起来境界很美，但是要做到好像也不容易啊！就因为不容易不简单，所以我们才要来学习嘛！因为简单的事你重复的做，就会变成专家；困难的事你用心的做，就会变成赢家；复杂的事单纯的做，你就会变成佛家。所以当一个人的内心是处在平静、喜悦、安详的状态中啊，他自然就会感到安稳跟安定。这个就是代表心灵找到了归宿，找到了归依处，也就是找到心灵的家了。而只要心灵有了家，则无论身处何处，都能感到安心跟幸福啊。一般人如果过惯了多彩多姿的生活，或习惯什么事都随心所欲啊，一旦要他静下来，或者把他约束一下，即使几天而已他都会不甘寂寞，很不自在。那这样的话，要修炼身心呢，就会比较困难一点。不过人都是这样子开头嘛，都是这样子做起的嘛。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提早学习适应孤独跟寂寞，将来才不会害怕孤独跟寂寞。如果把孤独跟寂寞当成痛苦啊，甚至把它恶化成为空虚跟失落，那这个就很要命了。忧郁症就是这样子引起的所以能不能耐得住寂寞，也是一块试金石啊。试试看，我们能不能耐得住纷乱的干扰啊？能不能在动乱的情境里静动心不动啊？更可以测试我们是否有能力呢往内探求啊，寻求以静制动的软实力啊。所以佛家所说的默忍则安，就是这样的意境啊。所以每天都要有时间来打扫自己心灵的殿堂啊，这也是一门功课啊。因为大多数的人呢，只知道要打扫屋子，但是不一定会打扫自己心灵的殿堂。会做大地的环保，但不会做心地的环保。那既然生活的家要打扫，心灵的家也应该是一样的道理才对啊！嘴巴吃得很干净，但脑袋不一定很清净。同理啊，家里都整理得很干净，但心灵不一定很清净的。这个现象叫做外清内浊啦。所以人如果要好好的活下去，就要把心建立在静跟定的这个基础上面，而心要静跟定，也有它的行动纲领基础工程呢，初阶版呢，就是要先培养好良好的生活习惯跟作息啊。生活不正常或作息不规律，基本上这个是处在乱的情境里面的那这个不只是跟修定背道而驰而且是在强害我们的身体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哎呀，只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身体就会很好啦。但其实不管年纪多大，长时间作息不正常，对人的身体有一定的坏的影响啊。举例来说嘛，报纸媒体常常有报道啊，一些高科技的人才啊，薪水很高啊，但工作也是非常繁重啊，常常要加班到深夜，身体顶不住的，甚至会造成猝死。那空服员的工作也需要面对时差嘛，也是晨昏颠倒啊，作息混乱啊，
护士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啊，要轮流值大夜班嘛。那这些都对身体有不良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英文叫做 IARC 把熬夜跟轮班制的工作呢，当作跟食用红肉一样一同被归类为很可能导致人类罹患癌症的因素。有一次一个海外志工团队回来尽职向正言上人报告会务那中间就谈到他们在办一个大型活动因为要把活动办得好所以很多志工呢忙到3更半夜，听起来是令人感动但是正言上人听完之后呢，只讲3个字没规矩，没规矩意思是说活动也是在修行那既然是修行，就必须行中有法，如理如仪必须恪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行事准则跟道规。即使去看灾或救灾，也是一样的道理在灾区晚上忙到3更半夜第二天要怎么做事情呢？是吗？尤其忙到自己先倒下去，你还没有救到灾民，自己反而要先被救，还拖累到团队，这个会削弱救灾团队的力量所以我们以前在做国际赈灾的时候，都有一个默契只要有团员感冒或者生病了，他必须自己先离队回国，不能拖累救灾团队这是以大局做考量的公式。好，那学佛如果要对所学有所心得就要循序渐进，透过定静安律的渐修，时间久了自然会有所得这个得就是觉悟了，开悟证悟这个当然就有心得了嘛。2000多年前的儒家经典《礼记》就提出了定静安律德5个顺序跟进程作为学习知识跟修养道德的方法跟步骤，也就是这个《礼记大学》里面讲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家应该都有读过这句话了那里面的止呢，就是停止、静止、依止身心有所依靠的意思啦。那定呢，就是稳定、安定、笃定，身心不乱的意思啦。那静呢，就是宁静、平静、寂静，身心能做到可以独处，也可以沉淀的意思啦。那安呢，就是清安、平安、心安，身心都能安稳、安住的意思啦。虑呢，就是思虑、考虑深思熟虑，思维很清楚这个是在指处理事情的一种思维考虑谋略规划设想等等那德呢，就是正德、心德，心有所觉悟，才会有所得嘛。那整句话简单讲，就是一个人要有能力保持淡定跟静心，碰到事情时才不会冒进，也不会畏缩，不过之也无不及不落两边，依中道而行叫做中庸之道啦。其实即使是做一件小事情或参加一个小活动如果能够持之以恒守之不动这也是定的功夫最怕的是什么？心猿意马了，什么都想做讲挖来看挖，很多人这样子讲嘛，对，什么都做一半心念不能专注，目标到处漂移，满天钻金条，要被杀无半条这是心的不专跟不定佛法上叫做掉举。人可以忙忙碌碌过日子但不要庸庸碌碌过一生要忙也是要忙的有目标、有方向、有重点、有意义这样才能安身立命那要想安身立命，就要学习以平静跟温和的方式去应对所有的人与事的问题
能够临危不乱、处变不惊啊，再以权巧机智去化解危机啊，甚至呢妙用危机为转机啊，这样才会是一个信根十足的人呐，也才会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安稳可靠的人呐。所以要做到静跟定，就必须以规律的生活作息作为基础，就是这么简单。虽然说简单啦，但很多人还是做不到啊，因为积习难改了。那静观其变也是一种软实力哦，也是一种以静制动的功夫哦。它的先决条件是要能够沉得住气，还要能耐得住寂寞，叫做安忍不动，默忍则安呐。人生必须学习忍得住孤独跟寂寞，唯有心中有寂静，人生才不会寂寞啦。哦，那耐得住孤独跟寂寞，才会拥有一份平淡如水啊，跟淡定安然的心境。心中能有这样子的安稳，才不会让我们陷入空虚跟失落，这样才不会忧郁。一个人如果无法用正确的人生观，也就是正知正见来安住自己的心，而让私欲跟妄念在我们心中呢招兵买马，做大势力啊，然后被那个邪魔外道牵着鼻子走，造成终日汲汲营营呐，为金钱名利而奔波啊，那这样日子肯定会活得身累心也累啊。这个是很多人目前的心情写照，因为是在为生活而工作啊，所以很无奈啊。如果把它反过来，是为工作而生活啊，为理想而生活，那这个就会活得很充实了。对，定的功夫既然这么重要，那修定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贪欲跟散乱。因为欲念太多，难以修定。多欲则不刚，无欲则刚嘛。而身心如果没有依止，就好像船舶没有停靠的港口一样啊，会前途茫茫啊，不知何处是归程啊，也没办法靠港补给呀。人也是一样啊，不安稳就很容易不安定啊，就会散乱啊，散乱就是不定啊，不定就是无慧啊，戒定慧嘛，不是吗？那总而言之呢，生活要过得清安自在，先从少欲跟不乱开始做起，而有没有成效呢？就看每天的日常作息是不是能够井然有序、精而不杂啦。而且还要随时自我验收哦，自我把脉啊，调整方向跟脚步啊，做出调整啊。那这个就是修定的行动纲领啊。听起来好像也很简单的，但不一定人人做得到。有一次呢，我带一位被癌症折磨很久的海外志工回来，这个尽释尽释的拜见正言上人了。那上人就像慈母般的关心的问他啦：“你患这个病多久了啦？”那个师姐就回答了：“10年前就得这个病了，而且还动过手术，中间都没事，哪知道现在又复发了。”那上人呢，殷切的慈示他呢，要他转念的意思了你要感恩多活了10多年啊，不能埋怨呐并继续说，回去后要赶快再做，不是生病以后就停下来了即使生病还可以做的时候，回去还是要赶快再做。然后接着又说了，生活作息要有规律哦。讲这句话，那我陪伴在旁边啊，心里一愣，上人怎么知道这位志工在海外的这位志工在海外生活作息不正常呢？那跟上人结束会面之后呢，我就问这位师姐，果真如此哦。他跟我讲说，他今年累月呢，不到3更半夜就不就寝了。那这样也是没有善待自己的身体啊，所以会得病啊，这也是原因之一啊。那规矩不好会造成生活杂乱无章啊，生活杂乱则乱境偏多嘛，这个当然是跟定静背道而驰嘛。那生活作息正常
才会稳定跟安定嘛，才会在稳定安定中求成长嘛，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散乱的生活情境啊。有这样的生活好习惯的人，当他碰到喜事的时候，他比较能将喜怒哀乐呢收敛藏形啊，也比较不会受别人的喜怒哀乐的影响啊，这个就是平常心的展现啊。那这个跟他的生活作息也是息息相关哦，因为他能平静面对成功，他就能平静面对失败，也因为他能平静面对失败，因此失败对他来说就不再那么可怕了。这样的人呢，当他碰到衰事的时候呢，他不会意志消沉啊，暗自伤悲，怨天尤人，自怨自艾，他反而能够从中去深观因果，也能在静思中沉淀，在静思中起一份感恩心跟欢喜心呢。就好像我们要盛进一杯污浊的水啊，就要把这杯水呢放在一个地方，久久不要去动它。时间放久了，杂质自然沉淀，清水自当现前啊。这个整个作用就叫做静思啦。人也是要这样子的。那静思可以让我们的身心获得安住跟稳定，简单讲就是安稳嘛。那身心能安稳，才能真正感受到心灵的清净跟宁静啊。稳下来，和水一样，稳下来。才会看到它的清净跟宁静，刚刚那个水的道理一样啊。那身心不安稳，一杯水一直搅动它就会造成动荡不定，不是吗？那不是环境动荡不定，而是自己的心纷乱不止啊。人群中如果想要以单纯的心去应对复杂的人与事啊，或想要在身处复杂的境界中，而内心依然保持不跟它沾染这个是一门长期要修炼的功课啊。那一个人无论是独处或者群聚或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能不卑不亢不攀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主题讲的人若心安，自有归处啊。心有所寄托的人，必定是心中有法，因为他是以法为师，所以他心中有主人。所以才能老神在在老行在在事事做得了主啊。那刚刚讲不卑不亢，就是贫困的时候呢，他不会自卑；富有的时候呢，他也不会骄傲。处顺境能顺势而为处逆境他也能够逆势操作，这个就是不卑不亢了。那清贫致富也是一种生活的哲理哦。清贫怎么会致富很有道理要致富之前，要先学会清贫。什么意思看起来不是很有钱那从来不缺钱这个就是清贫致富了。对，那有些人看起来很有钱，每天在追钱，那这样到底这个人是有钱没钱看似有钱，其实还没有钱；看似富，实则贫看似贫，实则富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的心灵逐渐进化的时候，一件在别人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对他来讲是很大的满足跟享受。因为他知足，所以很满足嘛。他认为屋宽不如心宽所以他知足天地宽所以要清贫致富，也要有行动纲领，就是要学会恬安淡泊佛法讲的过简单的生活了。英文叫做 simple is beautiful 对，那这样的人呢，他对乐受的感觉会比较微细，一点点事情他就很满足了，也就是感觉很敏锐，感受很清楚。即使是粗茶淡饭，人家都不想吃的，他也能够甘之如饴这个就是心灵有依止也就是人若心安自有归处的道理的。那排解压力也是一样的道理有些人认为，为了逃避问题或者疏解压力呢，到深山里面去寻找内心的安静或者是到这个什么游乐区里面去散心干什么了？去寻觅内心的安静。那你既然向外找，那怎么可能找到
内心要的宁静呢？内心的安静、平静或宁静是要向内找，不是向外找。向外找就是外道，就是缘木求鱼啦，水中捞月，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种不可能的事情，很多人忙着在做，对不对？有些人呢，过了一段时间就要选择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度假，啊，以为去得越远呢，压力的烦恼就会离我们越远。其实不然呢，你跑得再远也躲不掉了。方法跟方向弄错的话，压力跟烦恼还是如影随形的。所以近思语才说嘛，我们讲过好几次了，逃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不一定最难受。一个人的心灵如果清净的话，就能在最平凡跟平淡的事物中获得了很大的满足跟享受。相反的，一个人的心如果不清净，则做什么事或去到哪里都会不快乐跟不安稳做什么事都觉得不快乐不开心那心如果是平静喜悦宁静安详的话呢，看到晴天就看到光明，看到雨天就看到滋润，吃到简单的三餐或是一段愉悦的谈话，都能让他自得其乐安稳乐利非常开心。有些人以为去到很远的地方旅游散心，就可以心旷神怡找到快乐。其实心情不好而去散心，这不是不好，而是不究竟这短暂的了，不是长久的了。就近之道还是要立即自我调心那要怎么调呢？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嘛，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是调心的5个方法跟步骤，也就是佛法所讲的信解行证最后这个证就是证悟或证得，觉悟了，有心得了嘛这个要一步一步来，最后才会有所心得了。其实有一些人做什么事都很难成功，并不是他能力不好，而是他的心找不到依靠，找不到依止，造成心不定、心不静、心不安、心不虑，结果当然就是心无所得嘛。就是不成功，在受挫之际呢，心浮气躁，无法平心静气，也无法耐心等待因缘，无法眼观四方，耳听八方，造成心灵没有调适的空间，而陷入了死胡同这个时候他就会钻牛角尖，越钻越深，钻到暗无天日所以耐心等待跟静心思维，就是刚刚前面讲的静跟定的心地功夫因为没有耐心的人呢，容易意气用事自翻底牌啦，沉不住气嘛。不但自暴其短，也自乱阵脚，因沉不住气而无法静观其变，冷静应对，造成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嘛。所以静心等待因缘，不是不管事不做事，而是遇事沉着、安忍不动的生活智慧一个人要能够做到尽人事听天命，也就是佛法讲的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这样才有可能保持心情的安稳跟平衡其实生活的真谛是这样子，心安就是福心安就是家啦。我们只是世间的管理者，并非世间的拥有者。世间是为我所用，而非我所有。身体也是一样的道理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嘛。而且一切都是梦幻泡影，不要执着在这个虚妄不实的有为法里面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是吗？《金刚经》讲的那幸福快乐不是拥有金钱跟财富，而是拥有智慧跟真理。那智慧跟真理就要从心去下手那心就要从悟去下手，那悟就要从观照无常去下手。因为能观照无常，就没有得失的观念。一旦失去什么，就不会感到痛苦，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个就是无常，也能接受它，也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刚刚讲的嘛。但这个道理我们透彻了，
我们才能够真正放下执念，活在当下。你如果要计较的话，那没有一个人或一件事让你满意的。人活一辈子，只求个人的心的这个安稳那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心宽一寸，路宽一丈若不是心宽似海，哪有人生的风平浪静呢？所以以清净心看世界，用欢喜心过生活，追求该追求的，放弃该放弃的，专心做事，真诚做人，尽心尽力之后，一切随缘。能这样心安，则一切安，这就是安身之处。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人若心安，自有贵处，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各位能够听得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